可能就是我们家最后一代人了。我爸怎么也没想到，延续了多年的香火，到了我这一代竟然断后了。祖上经过战乱、饥荒、抗日都没有绝后，可谁想到到了我这一代，连老婆都找不到。这到底是时代的悲剧，还是底层人的宿命啊？我不知道。虽然可能会绝后，但我却非常的高兴，因为我爷爷是穷人，我爸也是穷人，到了我这一代，终于把我们家的穷病治好了，以后我们家就没有穷人了，我感到非常的开心。都说穷不过3代，可我家从我太爷爷那时候就开始穷，传到我这儿已经第4代了。35岁的我到现在没结婚、没房、没车、没存款，有时候躺在床上我都在想，其实挺光荣的。我终于成了这个家族的终结者。想起我太爷爷那时候的烟锅子，我爷爷的锄头，开荒了大山上的荒地，挖了2个窑洞，供养大了我爸姊妹7个现在的大家庭。都想改变命运，但贫穷就像刻进了 DNA 一样，一代又一代。近年来，中国经济持续不振，就业市场竞争激烈，年轻人面临的生活压力明显上升。就业难，还贷难，育儿更难。这些压力像一层层浓雾，笼罩着90后、00后的生活，也悄悄改变了他们对婚姻与家庭的态度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急于结婚，甚至选择不婚不育。在网上流传着一句话：我们是最后一代，反映了年轻人在高压社会环境下对人生的重新思考。如果下一代的出生只是为了重复做牛马的生活，承受无止境的加班，他们宁愿选择在自己这一代画上句号。我家以后没有人了，我就是我家呀最后一代了。我家以后再也不会有一个穷人了，因为我没有房贷，也没有车贷要还，我也没有老婆，没有孩子要养，我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，我就纳了个闷儿了。很多人找不到老婆，他每天发愁的团团转，一家人啊，他是愁眉苦脸的。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认为啊，我没有老婆的福气，对不对？我不用吃苦受罪。25岁，我是一个特别想结婚的人，但是我没钱结婚。我跟我男朋友谈恋爱快4年了，身边朋友比我们后谈恋爱的前2个月都领证了，我跟我男朋友就卡死在没钱这里。这都不是最刺痛我的，刺痛我的是今天我舅舅当面跟我男朋友说，我们结婚别买房子了，租房住，一结婚买房背几10年的房贷，每个月都要欠银行几千，压力大。话很实在，但不知道哪来的一根刺，好像突然就扎了我一下。接着我爸妈也说，我们结了婚压力大的话，孩子也可以不要了，就你们俩过轻松点。我站在那儿突然就全部明白了，所有这些为我好的建议，别买房，别背债，别要孩子，其实核心是绕不开我男朋友家没钱这个事实。博主说，他妈以前总劝他找对象别找太穷的，不然以后会吃苦。当时他觉得这话有些势利，根本听不进去。可如今他好像不得不承认，现实确实有他残酷的一面。他说男朋友很踏实，有担当，对他也特别好。但想到未来的生活，想到贫贱夫妻百事衰，他开始犹豫了，这份感情能抵挡住未来的风雨吗？我是一个打死也不想结婚的人，我不想结婚最大的原因就是婚姻中没有我需要的东西，房子我有，车子我也有，钱我也能挣，根本找不到需要结婚的理由。和所有人一样，我身边也有很多催婚的人，也有很多看我笑话的人。说实话，我并不后悔我现在的决定，现在的人都太复杂了，都是带着目的去接近你，有的是为了找生活搭子，有的就是为了缠你身子，还有的就是为了传宗接代。一旦结了婚，只会降低我的生活质量。凭什么我挣了钱要给别人花，还要冒着身材走样一系列的风险去生孩子，生的孩子还要跟他姓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带孩子，还有干不完的家务。博主说，他觉得自己没有那种好运气，能遇到一个真正靠谱的男人。对他来说，婚姻既不是必需品，也不存在什么该结婚的年龄。没有遇到心仪的人，他也不打算勉强自己。对咱们普通出身兜里没钱的男人来说，一旦结完婚，生活质量不仅不会提高，反而会面临断崖式的下跌。单身的时候，你一个月挣个4、5千，自己对付一口吃喝挺自在。实在没钱了，月末连吃几天泡面也能熬过去。但只要你领了那张结婚证，房贷、车贷、水电煤气，外加两边父母看病拿药，全都是跑不掉的硬性支出。兄弟们，
我又拿我自己举个活生生的例子，我当初就是典型的手里没钱硬结的婚，结过婚后直接穷困潦倒到了极点，孩子一出生，那个真实的开销直接把我给砸懵了。为了从牙缝里省钱，我给孩子买的奶粉都是最便宜的，用的尿不湿也是最便宜的。博主说，结婚后好几年，他连一件几十块钱的新衣服都不敢给自己买，每天都在晚上8、9点去菜市场，只为买点打折的便宜菜。除了日常开销捉襟见肘外，男人的自尊心也在一次次尴尬的现实中被不断的消磨。逢年过节去老丈人家串门，如果买的礼物稍微便宜一点，走进门的时候连头都会不自觉地低下来，心里满是局促与难堪。今天我发小离婚了，说真的，我感觉她老公真的不算赖，农村里边出来的汉子，特别的踏实，种过药材，天不亮人家就去地里干活啊，而且还跑过货运呀，熬夜赶路啊是常事儿，也是一心一意的赚钱嘛，为了这个家庭。后来呢，他老头就想要做生意翻身，结果就亏了，亏得一塌糊涂。就是发小，因为她也经常跟我说她老公没有一个正经的工作，没有五险一金，给不了她和孩子安稳的日子。她和她老公也是经常时不时的呀，在饭桌上就是吵架呀，严重的时候也会打架。博主说，前2天两人吵得特别凶，结果他的发小说了一句：“你连家都养不起。”就是这句话成了压垮这段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有网友留言：查一查中国的供养率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中国男人养不起家。不是男人不努力，而是就算你努力也养不起家。我能成家，但我养不起家，所以我选择远离婚姻。对自己负责，也是对别人的负责。天天吹国家强大，普通男人都养不起家，何为强大？觉醒哥，我30了，买不起车，更买不起房，娶妻生子更是没希望，感觉这辈子废了，活着没奔头，老了也不知道怎么办。首先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你这种情况不但没废，反而赢麻了。你之所以觉得废了，是你的思想被洗脑了。第一，你为什么要买车买房？你估计会说，不买车房怎么结婚呢？那么请问你为什么要结婚呢？你估计会说，不结婚怎么生孩子呢？那么我请问你，你为什么要生孩子呢？你估计会说，要传宗接代，养儿防老。那么请问你家里是有皇位要继承吗？还是有万贯家财要继承？估计你都没有。穷人的婚姻是不可能幸福的。我结婚快7年了，以前我总觉得两个人只要是在一起，我对我媳妇好点，哪怕是婚后生活苦点，应该也会幸福的。但是婚后我发现，我这个想法真的是太天真了。就是因为太穷，我们两个人现在活得都小心翼翼的，想去的地方都去不了。我媳妇一直想去那个北京天安门看看的，因为一直没有去过。但是就是这一个小小的愿望我7年了，我都没有帮他实现过。博主说，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工作上，但即便如此，1年到头家里还是存不下什么钱。有时候他会责怪自己，觉得是自己能力不够，没能给家里一个更好的生活。因此他劝年轻人，如果经济条件还不稳定，一个人生活也未尝不好，不一定非要急着结婚。因为婚姻之后你会发现，别说享受生活了，哪怕只是休息1天，心里都会生出一种负罪感，好像没有尽到对家庭的责任。一辈子不结婚的人生会是什么样的？我今年31岁，在天津月入过万，以后也不想结婚了。虽然很多人不理解，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由的选择。也有很多人问，老了以后怎么办？其实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。结婚了，我也不会变年轻，也不代表可以安享晚年，谁也不会跟着你一辈子。因为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家庭的琐碎，所以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怎么努力赚钱上。很多人会觉得一个人生活太孤独，其实你觉得孤独，却恰恰是我喜欢的生活方式。穷人就不要结婚，真的。没有结婚的时候向往结婚，现在结婚了才知道有多么的难。生活中处处都需要钱，虽然说我一个月工资有18000块钱，房租一交，去掉生活用品，一个月就剩个几百块钱。这位儿子，你的长辈问你要钱，你说你给还是不给？中国现在25到35岁的这个年轻人里面，有差不多1半的人还没结婚。你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夸张但真的是这个样子的。好像这一代的人突然想明白了什么，说白了核心的原因还是钱。
那现在的这个婚姻对男人来讲啊，几乎就是一场经济灾难。随便一场婚礼能掏空2代人、3代人存的钱，尤其是彩礼，那动不动就奔着50万去了。可2023年全国人均可支配的收入才3万块钱啊！不结婚就等于在享福。很多人还没意识到，现在的普通人不需要很有钱才能享受生活，只需要选择不婚不育就能活得非常的不错，过上精致的单身独居生活。我并非宣扬不婚主义，只是根据现实处境以及亲身经历和感悟得出的结论。单身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。第一，单身有点钱就能享受生活，几万块存款就非常有安全感。最重要的是没有负担，只是生活开支根本花不了多少钱。平时享受美食，经常买新衣服，把房间布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再有2年呢，我就40岁了。我发现我依旧不想结婚，整天沉迷在自己的孤独世界里。我不想结婚的原因呢，首先是我觉得我遇不到一个真正的灵魂伴侣，同时又是一个很自卑的人。介绍相亲对象呢，外貌好看的我基本都不会见面，即使身边出现了心仪的女孩呢，我都不敢大方的去追求。我也没有信心能经营好我的婚姻，因为这么多年我自私惯了，面对她会不会照顾好她的情绪、她的生活，我误伤了她该怎么办？博主说，他其实挺喜欢小孩的，但那只限于孩子还小、乖巧可爱的时候。等孩子再大一点，开始乱动乱闹，他每天对着这样的孩子可能会直接崩溃。另外，他也坦言自己就是个普通的打工人，孩子大概率只会继承自己的贫穷。他没有信心把孩子培养成一个优秀的人，与其这样，他索性选择不结婚、不生孩子。这2年结婚的人越来越少了，我身边也有一些适龄的年轻朋友，他们对于结婚这件事情啊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很多人甚至干脆不想谈恋爱啊，我也不想结婚。那有人呢就会把原因归到女生太现实啊，也有人说是男生压力太大了。而且我一直感觉感情这种事情都是相互的，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。我从来都不会要求对方给我提供多么完美无瑕的情绪价值，也不奢求对方给我大笔的花钱。博主说，现在不管男生还是女生，不愿意轻易的付出，两人就算出去吃个饭，也要算得清清楚楚，生怕自己吃亏。两人互相算计，自然就很难走到婚姻这一步。博主说，如果不论男生还是女生都不愿意轻易的付出，哪怕只是一起出去吃顿饭，也常常要算得清清楚楚，生怕自己吃了亏。当彼此都带着这样的心态相处时，难免多了几分计较，少了几分信任，感情自然难以进一步加深，也就更难走到婚姻这一步。我们的下一代一定会比我们这一代人更惨。为什么？中国社会过去是高速发展，是带红利的。那过去呢，只要你胆子大，你初中毕业的，到东莞、到苏州，你随便开个厂子，后面一下子就富有了。但是现在你看看啊，大学生毕业了，送外卖，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。随着社会呢是越来越发达了，给后面留的人机会是越来越少。没钱的男人到底配不配结婚？我结婚7年，告诉你，没钱就不配结婚。我不接受任何反驳。你没钱，你能给你老婆什么？你养自己都够呛，你拿什么养家？拿什么养老婆孩子？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